近期，荷兰光科技巨头阿斯麦公司的日子有点难。16号，阿斯麦公司股价连续第二天大幅下跌，公司市值已蒸发600多亿欧元，失去了欧洲市值最高科技公司头衔。有观察指，由于美国和荷兰实施相关出口限制措施，阿斯麦在中国市场的增长前景引发投资者担忧。据阿斯麦2季度财报，这家企业有49%的销售额正是来自中国市场。 阿斯麦15号公布的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今年第3季度总订单金额约为26亿欧元，不到上一季度近56亿欧元的一半。这一令人失望的业绩引发市场大幅抛售。当天，荷兰阿姆斯特丹证券交易所阿斯麦股价跌幅达15.6%，创下了自1998年6月12号以来26年的最大跌幅。16号，阿斯麦股价进一步下跌5.1%，收盘报633.9欧元，连续2天的股价大跌使阿斯麦失去欧洲市值最高科技公司头衔。德国软件巨头斯艾普市值暂居欧洲科技公司之首。不过，值得注意的是，虽然持续受到美国小院高墙政策打压，中国仍然是阿斯麦的最大市场。在今年第3季度，中国占其销售额的47%，达27.9亿欧元；在第2季度，这一比例为49%。事实上，自2023年第3季度荷兰出口政策收紧以来，中国已连续5个季度成为这家欧洲光科技巨头的最大市场，占比均在40%以上。财经专业媒体彭博社指出，阿斯麦的股价暴跌，主要受所获订单量仅为此前分析师预期一半等负面消息影响。事实上，美国在芯片半导体领域持续对华打压，令外界担忧中国买下的订单可能在未来一段时间内放缓，这让阿斯麦股价面临着长期压力。瑞银集团分析师指出，阿斯麦明年可能失去近1/4在华销售额。若限制措施持续，其在华产生的整体收入中还有45%将面临风险。阿斯麦首席财务官罗杰·达森预计，到2025年，在华业务将腰斩至仅占其总收入的约20%。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全球半导体产业在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下的敏感性和复杂性。阿斯麦在华的这个销售，导致了阿斯麦的业绩受到影响，那它的股价下跌，那是这个顺理成章的。但是在这个背后，那也有什么？美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半导体产业进行限制，不是中国不买，而是呢它不能卖。尽管存在如阿斯麦股价暴跌这样的波动情况，但全球半导体市场也有诸多积极的发展态势。国际半导体组织 SEMI 全球副总裁、中国区总裁居龙近日表示，今年全球半导体市场有望实现15%到20%的增长，市场规模将达到6000亿美元。美国半导体行业协会的数据显示，2024年2季度全球半导体行业销售额累计达1499亿美元，环比增长6.5%，同比增长18.3%。以 AI 大数据激发出的巨大算力需求为代表 ，AI 及相关应用、新能源汽车、先进封装等新兴产业的发展，将推动全球半导体产业在2030年前后实现1万亿美元的规模。从进口上来讲，由于我们国产的半导体多了，对进口它是一个形成一定的替代。那么这个我不一定从你那儿进了，我们自己有了。与此同时，我们的半导体的出口也在增多。那么说明我们的半导体啊，不仅满足国内的使用，而且呢，我们的国际竞争力现在也越来越强了。我们不仅竞争力强，很多国家也认可中国的半导体。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也反映出积极的趋势。今年前8个月，中国集成电路出口金额达7360.4亿元，同比增长24.8%，出口数量为1932.5亿个，同比增长10.5%。集成电路已成为中国出口产品的重要品类，出口规模超过汽车。这不仅体现了中国半导体产业在国际贸易中的重要地位，也从侧面反映出全球半导体市场需求的旺盛。从企业业绩方面来看，截至10月17号 ，A 股半导体板块已有包括泰凌威、瑞星微、海光信息等在内1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4年3季度业绩预告，其中10家公司业绩预喜。同时，从已公布的上市公司3季报业绩预告中可以看出，半导体行业业绩增长亮眼。在前3季度规模净利润增幅前10位的公司中，半导体及半导体生产设备行业占据了半壁江山，共有5家公司上榜。AI 产业
是半导体的一个新的应用场景。针对 AI 的半导体，我们的相关产业，半导体产业，要它的研发并不是关起门来研发，而是要与 AI 产业之间，它是有一个互动。你有什么需求，我根据你的需求去满足你。那么 AI 产业也把自己要打算要做什么，那么及时与这个芯片的企业去沟通，他们在磨合的过程中 ，AI 产业和半导体产业它是一个良性互动的关系，它实际上最后通过相互支撑、相互创造机会，实现双赢。政策层面上，中国对半导体产业的支持力度不断加大。2024年5月底，注册成立了国家集成电路产业投资基金3期，注册资本达3440亿元，超过前2期大基金的总和，预计会赋能半导体制造、先进封装、设备材料等关键领域。这将为中国半导体产业的长远发展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持，有助于突破技术瓶颈，提高产业的自主创新能力。随着美国萨德部舰陆续运抵以色列，以军加大对中东多国目标的打击，对黎巴嫩多地的空袭扩大，还用坦克向联立部队瞭望塔开火。联立部队全称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由联合国派出。以方攻击联立部队，引发国际社会强烈抗议。而更令外界担忧的是，以军称已明确打击伊朗目标。据多家以色列媒体16号报道，以色列军方已向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国防部长加兰特提交了一份目标清单，列出了可能打击的伊朗境内目标。目前军方正在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其中包括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敏感协调。一方消息人士透露，目标很明确，现在只是时间问题。尽管不清楚具体的目标，但迫于美国和海湾国家的压力，外界已基本确认以色列不会袭击伊朗石油和核设施，而是改为军事目标。半岛电视台称，以方此举是避免扩大战争，并回应美国的施压。但以色列战时内阁在这一问题上存在较大分歧，导致一直无法对具体袭击日期进行投票。不过，有美国媒体援引熟悉情况的匿名官员称，就在11月5号，美国总统大选投票日前，这令以方拿捏了美国的软肋。Benjamin Netanyahu, the Israeli prime minister, make no mistake, he is very aware of that timing. He is certainly somebody who follows U.S. politics very, very closely and knows very well that the actions that he will take in the coming weeks could have ramifications in the U.S. 伊朗外交学院教授、伊朗外交部战略委员会前发言人法拉吉扎德分析，以色列政府会最大限度地利用美国大选前的这段真空期采取行动，因为他笃信，拜登政府一旦反对以色列的行动，民主党候选人就会失去美国国内的犹太游说集团选票。不过，以色列也并不能无所顾忌地自行其事，其选择有限度的报复以及不断推迟报复时间，就已经体现出一方的复杂心态及现实困境。伊朗革命卫队退役上校穆罕默德·里萨·穆罕默迪对媒体表示，此前伊朗导弹对以色列的袭击，使得以方自己和美国的防御系统遭到重大破坏。以色列需要时间修复受损的防御系统，并等待美国支援的萨德系统和操作该系统的美军全部到位，否则不敢对伊朗贸然发动大规模且强有力的攻击。他补充称，以色列对是否能防住伊朗再次袭击缺乏信心。此前，伊朗就使用高超音速导弹对包括以色列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在内的多个目标实施精确打击。伊朗卫星拍摄的图像显示，内瓦蒂姆空军基地已受损严重。也有分析认为，不排除以色列故意多次推迟报复时间，是为了消耗伊朗武装部队随时准备应对袭击的士气及精力。今天以色列就是希望能够借由公布名单，去造成当地的一个紧张或者当地的混乱，让这些目标的民众或军民他会想说，我是不是要进行逃难？那同时以色列也可以告诉要攻击的一个国家说，我已经准备好要攻击你了，那你是不是要释出一些善意？如果你释出善意的话，那我们还有一个谈判空间。